嗨，大家好，我是阿森。现在我们要去探寻的是一座隐藏在森林之间的一栋废弃的豪宅。关于这栋豪宅啊，一直以来呢，便有着很多的传闻，而其中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便是那一场偷袭珍珠港事件。据说它的密谋与某一些计划，就在这一栋豪宅当中悄悄进行的。那废弃了这么长时间啊，你看战后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了，现在这里面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就一块儿去一探究竟。这个废弃的豪宅啊，它的位置呢，其实特别的隐蔽。我也是找了很长的时间，总算才锁定了它的具体的坐标，就隐藏在这片废弃的森林之间。现在我们得先走到这个森林里面才可以。森林里面有很多的乌鸦。这里面其实隐藏得很深。这周围啊，蚊子特别的多，而我想我已经找到这一栋废弃的建筑了，它就隐藏在这个森林之间。你看这外观看上去啊，其实还挺有讲究的，它是那种保持着明治时代风格的这种现代建筑。那关于这一栋豪宅啊，以前好像是叫油良山庄吧，是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化工业的老板呢，大概是叫油良浅次郎啊。在明治43年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1910年左右修建的吧。而这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呢，现在呢都是一个谜。外面特别的热，但走进来以后呢，就是一股阴冷的感觉。这种感觉啊，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去探寻的国内的那个真公馆吧，有那么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你看地上这里有一条特别破旧的老式的裤子。哇哦！我想已经找到这一栋废弃的老宅了。周围有很多的蜘蛛网。这外观看上去是不是蛮日式的？而从这里看上去啊，不难发现这是一栋2层高的建筑。不过，如果你和我一样啊，刚才是从底部这样上来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栋3层高的这种洋楼吧。
这门是开着的。那地上这里啊，有一个木箱，看上去像是全新的一样，上面还写上了平户特产，像是谁没签收的包裹。好，那放在这里的时间有点久了哦。鞋柜，上面都有点坍塌了。你这进门之处，这里面就像是被打结了一样。UFO， 那沙发，这里还有一块木质的镜子。这是什么字？签什么4个字？不认识。那冰箱。很多东西啊都是全新的，没有拆的。哇，这里面四通八达。好宽敞啊，这里。这是个客厅吧？精美的吊灯。你看这边，这里有一些照片，应该是一家人的。最右边这一位应该就是有良浅次郎吧，是他夫人，这应该就他的儿子吧？应该是个家庭合照。我瞎猜的。你看处处啊都特别的漂亮，金光灿灿的，有点像那种寺庙啊，或者说神社一样的，有荷花。还有紫藤，这边还保存的比较完好。对。是的，这里应该是供奉的什么？你看，这还有一个木质的。昭和39年。应该以前是一个佛堂。声明本，感觉像抄佛经的。小的抄写本。旁边你看，在世自在王佛所。应该是佛经之类的，他们这边。看这里。日本国天皇有良浅次郎什么什么什么内阁总理大臣颁发的，这是个奖状。昭和39年。时间有点久了。这客厅挺雅致的。对。你这个匾额，贺什么谦，游良寺。外面是一个阳台，看这悠长的走廊，哼，风景还不错，就在这里。周围的风景谈不上漂亮吧，因为全部都是被树林遮挡住了。但是这种进了房子以后，一层一层的这种走廊，里面才是房子，这种格局还是挺古朴的。小心，好多玻璃地上。被打碎的吧？哇，
从这里都能看到底下的1楼了。对，这边可以下去吗？这边不太好过去吧，好像也是一个走廊之类的。这就到头了。走，过去看一下。法名明治36年10月10日，这时间啊，真是蛮久远的了。不过从这里都不难发现的是，这一栋建筑啊，后来可能是被改造成了某一个佛堂吧。走廊。哇，房间里面啊，特别的破败。你看，所有的东西啊，全部都堆落在了房间里面，而且上面都已经坍塌了。不过你看这里，在这个铁栏杆上面晾了很多的领带，那就说明这个房主啊，他曾经应该身份显赫，即便是每天换一套衣服啊，你这领带应该都换不完。哇，你看这里，地上好像有女性的头发。好诡异啊！有人从下角。在这里还有一个大铁箱，这看上去像什么？应该是保险柜吧？但是我觉得比普通的保险柜要大了一圈，更像是一个大金库吧。而这个像金库一样的铁箱啊，应该就是曾经啊被传得比较奇怪的一个宝箱了。前面啊我们就说这个建筑里面呢有很多的谜团，很多人认为当年曾经发生的珍珠港偷袭事件里面的一些计划和绝密的文件呢，据说就被隐藏在这个保险柜当中。甚至还有人说啊，在这个保险柜里面有3本56他的那些绝密的机密的文件。曾经富士电视台呢就专门请过厉害的开锁师啊，来到这里将这个锁呢打开了以后，就看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结果后来发现里面啊其实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吧。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哎，哇，打不开啊！这保险箱是徐远哲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打不开。从这里看进去呢，里面其实看不到内部，只能看到一些锈着的铁片。哇，打不开，也不知道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但是你看这上面啊，不难发现的是，堆满了这些书籍，下面也有 Chemical Abstracts， 这是化学的摘要，时间是1932年，这应该都是这个房主人啊当年研究的这些化学的一些书籍吧。哇，这里还有一个玉葬仪记录书，你看，玉葬仪记录书，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难道跟死亡有关吗？这真是让这里啊，再次的留下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吧。从那边啊不太好过去，因为你看它的地板还有上面呢都已经坍塌了。那我们再从这一面过去看一下。这边好像还有一个木阶梯。不说啊，我都还没注意得到。而且你看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化学的药剂。4药1级。里面还有一些人偶。这个阶梯啊，它是隐藏在这个柜子的里面。如果把这个柜子关过来的话，那不就形成了一个暗道吗？
对，上面是一个很狭窄的过道。走，我们去看一下。上面有些棉被。 好多的箱子，哇，上面感觉像是一个储物间啊，翻得乱七八糟的了。对，这应该是个阁楼吧？我只能踩到这个棉被才能上来。这个什么特别纪念？你中间这里啊。 放了一个小女孩，不过已经被分尸了。我想刚才看到底下的头发，应该就是她的吧。这边还有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人，那边有个电视机。你在储物间里面啊。 有很多的以前的那种名画啊，或者说是一些书法的一些东西吧。小心头啊，拍掉了，都抵在这个梁上。上面很窄，我根本没法站直，非常的狭窄。这里应该是个什么乐器啊？高尔夫球的那个套子吧。哇，看这里好多的明信片。 尤良季美样，这应该是这个尤良家族他们家人的吧？应该也是蛮长时间的了。走，这边确实不太好过去，这里都坍塌了。上面也是。走，我们从那边去看一下。这边出去了。你这里啊，写上了“有红化学”，哇，这很有可能啊，就是以前这个房主呢他的化学实验室吧。而这一面就通出去了，先去看一下。 没错，这就是室外了。这边有一条小路，但周围全是蜘蛛网，有可能是通到后山上面去了。你的房子周围全部都是木质的建造。走，去他的化学实验室里面看一下。我没找到。 这有可能是一个厨房吧。不过你看，这个木地板啊，现在全部都塌陷了，底下有一个暗道，是不是地下室？有可能。哇，这边还有房屋，走，先去这边看一下。这里应该是一个卫生间吧。 你这房子里面啊，特别的黑，因为它的这些窗户啊，全部都是这种木窗遮挡住的，所以即便外面阳光明媚啊，所以走进来以后仍然是特别的黑。地上有很多的酒瓶，空的。
房屋里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都比较的凌乱。走去那个地下室看一下。应该是个卧室吧？对，一个小的卧室吧。你这房屋里面堆的全部都是一些木板，底下应该就是它的化学实验室吧。走去看一下。有点保护。稍微蹲低一点。阶梯接不接上？还可以，不过全部都是泥土。门上也写上了“有红化学”。哇，这样是一个像暗道一样的地方啊！哇，已经特别不结实了。没错，这个里面应该是一个化学实验室吧？你周围的这阶梯，哇，全部都倒塌下来了。地上有很多化学的一些药水。它的味道。这里有本书，泰国进入到了80年代。房屋里面你看都坍塌了，所以现在也没有看到太多的物品。这里是什么？这里有一些仪器吧，但我也不知道这仪器是什么东西啊。明信片被翻得乱七八糟的，这柜子还是挺古老的，木窗哐哐哐的在响。这里还有一个老式的打印机，你看是这种，是不是有点像那种《生化危机》的老式的机器？像键盘一样。对，这种按键式的。这边没路了，这里面已经坍塌的，这一不小心啊，你看就踩空了，说明这里面真是蛮危险的了。我们得先上去了，外面是一片森林，而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实验室啊，就是它的1楼吧。墙壁这里还有一个视力表，你看这个视力表啊，它是 C 表，和我们以往看到的那个仪表还不太一样。一般像飞行员他们才会看这种 C 表。注意安全。这里面。因为比较危险，我们从这边走。